过年家庭聚会，我那处处跟我攀比的绿茶表妹又开始了。工作要比，生活要比，连王者排位都要比一下。她说自己找了个钻石王老五，还嘲讽我的男朋友。瑶瑶姐，不是我说你找男朋友的眼光真差，还是个送外卖的。可是当她的富豪男友见到我们的时候，直接吓傻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我看来，过年时的家庭聚会就是大家拼命显摆自己牛逼的时候，甭管平时过得好不好，大家都会在这天把值钱的东西都挂在身上。我表妹刘畅一家更是点中点，一家人浑身上下全是大 logo 的牌子货，手上满是值钱的饰品，大奔驰钥匙就拍在桌子上，就差在脸上写上自己很有钱了。也正因为此，他们一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我那最势利眼的大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畅，听说你找了个好男朋友？刘畅微微一笑，是啊，我未婚夫可是江城有名的公子哥，他给我在500强公司安排了一个工作，说过一阵子就能直接上班，月薪6位数呢。从小你们就说我成绩不好没出息，我看呐，成绩没啥用，你说是吧？瑶瑶姐，本来在疯狂干饭的我忽然被 Q 到，吓得噎了一下。我擦了擦嘴角的油渍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家里这几个兄弟姊妹，只有我从小到大成绩最好。刘畅明摆着冲我来的，说罢，他又把目光移到我身边的靳言身上，盯着靳言的脸，他忽然笑了出来。门外那辆小 Polo 是你男朋友的吧？我尴尬地点了点头，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。对于这种场面，我一直都是不屑于面对的。那辆 Polo 确实是靳言的，不过是他家保姆的买菜车，而且是我要求他开这辆车来的。我爸在10年前做养殖场生意，发了一笔不小的财，亲戚知道了之后，表面道贺，背地里却嫉妒的不行。还有几个亲戚来回跟我家借钱不还，后来不知怎么，养殖场里的鸡鸭鹅都被人毒死了，墙倒众人推。我家亲戚看我家出事了，立马翻脸不认人。那之后，我爸就教育我亲戚看着亲，实际上是最不希望你好的人，在他们面前不许露富，一定要低调再低调。后来，我爸拿着手里的钱，又开始在别的城市做生意，做得比之前规模还要大，现在身价也有上亿，但在亲戚面前，从来都装作很穷的样子。我呢，考上国内顶尖的大学后，又读了研究生，毕业后直接接手我爸的公司。只不过在亲戚面前，我一直都说自己找不到工作，也没啥能力。靳言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也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发现，他家原来是我们江城的首富。他为人低调随和，听到我家的情况后很理解我，所以才同意开家里的保姆车在亲戚面前装穷。你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刘畅继续追问。我挠了挠头，随口说没什么，普通打工的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刘畅笑得非常贱，直接露出了后槽牙，那大牙上全都是牙洞，我看得直反胃。你笑什么？我让他笑得心里发毛，皱着眉问道。我当然要笑，瑶瑶姐，你也是真要面子啊！你男朋友明明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还什么普通打工的，笑死人了。靳言本来在喝水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直接喷了。我俩一脸懵逼地对视了一眼。我想起来了，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过，上个月我帮那个摔倒的骑手送外卖，碰到个事儿妈女的，就是你表妹。靳言小声跟我嘀咕道。
我恍然大悟。那天靳言回江城办事，当天下了好大的雨。他开着车看到一个骑手倒在地上起不来了，他帮忙叫了救护车，可那个骑手坚决要把餐送完。靳言说帮他支付这些损失，他也不同意。靳言没办法，为了安抚骑手就医，他就直接答应骑手帮他送餐。送到刘畅的时候有点超时了，靳言一见到刘畅就开始道歉，生怕刘畅给人家一个差评。没想到刘畅没完没了，最后还是靳言赔了20块钱，这事才算完。瑶瑶姐，穷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穷还要面子。你脚上的鞋是前年买的吧？怎么还在穿呢？也不嫌寒酸。我的鞋买来只穿1个季度就扔了。说完，他还特意晃了晃自己的脚。靳言瞥了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假的，随你便。我家就是没钱，又怎么了？你给我点。”我白了他一眼。我爸推了我一下，示意我别和刘畅吵。我没再说话，转头陪我的小侄女打起了游戏。刘畅突然走了过来，指着我的手机屏幕，又是一顿嘲讽。我以为你多厉害呢，就只是一个钻石啊！我早就上王者了，要不是我男朋友拦着，我都去打职业赛了。我爸咳嗽了2声，让我带着侄女去那边玩。谁知我越是躲，刘畅越是穷追不舍。瑶瑶姐，你居然买这么便宜的衣服啊！看来我大伯破产之后，你家过得确实不怎么样嘛。我还是想劝劝你，既然家里穷，你就应该换一个有钱的男朋友。我当初就跟你说了，读研究生没用，名校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也一大把，你就是不信。现在倒好工作都找不着，啧。刘畅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听得我血压直接飙升。本来我的计划就是来哭穷装彪，然后干饭走人，没想到却被刘畅给针对了。靳言一直都很护着我，刘畅损他没啥感觉，但这明摆着是针对我，他有点坐不住了，刚要开口就被我拦了下来。靳言，你给我禁言！我小声对他说道，随后冷脸看着刘畅，你犯什么贱呢？我怎么样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才1年不见，直接变态了，见我生气了。刘畅笑了笑，哟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怎么还生气了？我家亲戚现在也都使劲巴结刘畅，都纷纷指责我。瑶瑶，你妹妹也是关心你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么大年纪了，找不到工作，不着急吗？让你妹妹帮帮你吧。说我不够，他们又开始鄙视靳言，不是我们势利眼，这男人还是得有点正经的职业。送外卖有什么前途？就是啊，一个大小伙子那么小气，刚才让喝酒也不喝，还拿开车推脱，不会是请不起代驾吧？我刚站起来准备跟这帮贱人对战，我爸就过来搂过我的肩膀，不好意思各位，家里有点事先走了。我爸拽着我就要走，一直没发话的我妈却叫住了我们。走什么走？你是家里的大哥，这聚会你走了能行？坐下。我爸一向听我妈的话，被这么一说，也只得默默地回到座位上。看看，还是我嫂子识大体。刘畅他妈笑眯眯的阴阳怪气道。我妈白了他一眼，哪有你们家刘畅识大体啊？追着跟自己的表姐比，怎么这酝酿了1年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家难堪是吧？还有你们这帮长辈，是不是太歪了？是不是看我家穷，看刘畅找了个好人家，所以故意欺负我们家呀？我妈的话让在场的人全都脸红了起来。刘畅倒是脸皮厚，能屈能伸，他走过来恭恭敬敬和我妈鞠了一躬。婶婶，对不起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也没想到你们会因此生气啊！你们别跟我计较。我一听又是一阵恶心，这个刘畅从小就像个臭绿茶，
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，装可怜。真不知道这种人进了社会怎么没被人打死。说完，他又看向我，瑶瑶姐，我跟你道歉，是我不会说话，把你惹了，对不起。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呢？我冷笑一声，跪下来道歉就原谅你啊。刘畅本以为我会碍于面子接受他的道歉，没想到居然让他跪下。他咬了咬牙，脸红到了脖子根，气氛也变得十分尴尬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怎么可能让我的好妹妹跪下呢？说罢，我又把目光放在刘畅身上，随后对他妈道：刘畅刚才说已经和男朋友准备结婚了，既然要结婚了，怎么连我们家的聚会都不愿意来呀？不会是你们吹牛吧？刘畅他妈立马急了，使劲摆了摆手：什么吹牛？我准女婿太忙了，没空来而已。我妈立马来助攻我，她干笑了一声：是太忙，还是没把刘畅当回事？刘畅他妈被问得满脸通红，恶狠狠地看着刘畅：你把小陈给我叫过来。刘畅显得有些为难，他也有家宴要参加，应该没办法过来吧？我脸上依旧挂着嘲讽的笑容：没事，既然人家不愿意来，我们也不勉强。不过畅畅你也要考虑一下，这婚前都对你这么不上心，结婚以后……刘畅也生气了，他拿出手机：你少胡说，我们家老陈对我可好了，我现在就让他过来。说完，他就跑出去打电话了。这电话打了10几分钟，他才满脸不悦地回来了，说自己的未婚夫一会就到。半个小时后，一个看起来能有200-300斤的胖子出现在包间门口。刘畅立马热情地跑上前拉住他的胳膊，却被一把甩开。我他妈都说了我有事，你非要我来干什么？刘畅的背影僵了一下，却还是笑盈盈地重新挎着自己的未婚夫。哎呀，知道你忙，这不是让你认识一下我的亲人吗？说完，他也不等未婚夫反应，拉着他就走了进来。我家亲戚连忙称赞：哎呦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听说陈总特别厉害，真是年少有为呀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我家亲戚真能胡咧咧，别的就算了，居然还能违心地夸这么一头肥猪的长相。刘畅昂着头，带着未婚夫走到我和靳言面前：这就是我老公，这是我表姐，在她旁边的是她男朋友，不过她男朋友是送外卖的，你看能不能给她安排个好工作呀？刘畅露出十分得意的笑，但她老公看到靳言的脸之后却慌了。刘畅本来还等着和肥猪老公一起羞辱我们俩，扭头一看，肥猪老公居然满头是汗，他皱了皱眉头：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肥猪老公咽了口唾沫：您是靳总吧？此话一出，原本等着看我们俩笑话的亲戚都愣住了，刘畅更是惊讶的眼球都要瞪出来了。他使劲晃了晃肥猪老公的胳膊：什么靳总啊？老公你怎么说胡话了？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上个月还给我送过餐呢。谁知道他的肥猪老公却生气了，他使劲瞪了刘畅一眼：你胡说些什么？带你去了那么多高档地方，见了那么多人，连我们江城的首富儿子都不认识吗？此话一出，包间里更是安静的，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清。我爸妈更是用诧异的眼神不停地打量我和靳言。靳言的身份我一直没和爸妈说明，本想等真打算结婚的时候再说，没想到竟然在这种场合暴露了。我操，瑶瑶姐牛逼呀！我另一个还在读大学的表妹先是惊呼着打破了沉默，随后我家其他长辈都一脸尴尬。哎呀，这小靳总也太低调了，畅畅误会你了，你说你也不解释一下？就是啊，
害我们也误会你。刚才我们说的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我那最势利眼的大姑又跑出来，拼命地想巴结禁言。你们这帮人真是的！我第一眼就觉得这小伙子长得帅气，而且一股贵气。要不是你们刚才说话太损，我都想说了。就算真是送外卖的，以后也能出人头地。我二姑十分不服的小声嘟囔：“你刚才可不是那么说的。”我大姑啧了一声，勒令他闭嘴。我笑了笑，其实是我不让禁言表明自己身份的。他为人低调，不喜欢成为焦点，不像某些人浑身使不完的牛劲，怕是恨不得上去表演段小品吧。刘畅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，他挽着肥猪老公的手都因为太过用力攥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妹夫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我自罚一杯好了，你可千万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说完，他直接仰头吞下一杯白酒，喝完之后还故作虚弱地扶着脑袋倒在肥猪老公的身上。但她的肥猪老公却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不想搭理她。哪里的话，误会罢了。我今天开了车，不能喝酒，就以茶代酒了。说完，禁言干了一杯茶。哎呀，靳总真是有原则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我们都得学着点。我翻了个大白眼，这帮见风使舵的真让人恶心。你们该吃吃，该喝喝呀，都盯着我男朋友干嘛？他可社恐，要是把他吓跑了，我跟你们没完。我开玩笑道，要是刚才不知道禁言身份的时候，我开这种玩笑，他们肯定要说我没大没小。但此刻所有人都十分配合地哄堂大笑。我就说瑶瑶从小学习好有出息，没想到找的男朋友也是这个。我大姑夫竖着大拇指道：“被他这么一起哄，我家亲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彩虹屁，把禁言弄得握着我的手心都冒汗了。瑶瑶姐，你真厉害呀！家境这么一般，居然找了这么厉害的男朋友。我要是你，我得自卑死。”果然，刘畅又开始找事了。我使劲白了他一眼：“自卑什么？姐自信放光芒。我看你今天是不是过度亢奋了？你要是真闲的没事，去帮服务生把盘子刷了去。”刘畅却根本不理睬我对他的嘲讽：“哎呀，瑶瑶姐，我这不是为了你考虑吗？我身边也有傍大款的女的，到最后不都是年老色衰之后被人给甩了吗？你看你们家跟靳总家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。要是哪天靳总不喜欢你了，把你给甩了，你去哪哭去？”说完，他还做作地捂了捂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又犯说话直的毛病了，我自罚一杯。”说完，他又抬起手准备喝酒。我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酒：“你要是想喝酒就直说，没必要在这故意犯贱，找借口自罚自己。本来就没多少酒，都让你喝了。”刘畅夹着声音笑了笑：“瑶瑶姐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我要是有你那么幽默就好了，难怪能把靳总迷得神魂颠倒。”他的脸红扑扑的，还用妩媚的眼神看着禁言。我使劲掐了禁言的大腿一下，禁言吃痛低下头，不敢和他对视。其实瑶瑶非常优秀，我也非常爱她。背信弃义的事情我做不出来，要不是她不同意嫁给我，我真是恨不得立刻把她带回家，生怕她跑了。禁言这话是在给我正面子，不过他也确实跟我求婚过，只不过我觉得在一起的时间不长，还不想结婚，就没答应他。我家亲戚立马在一旁起哄，夸我找了个好男朋友。刘畅有些不甘心：“靳总现在在热恋，看瑶瑶姐哪都好，等这股劲儿过去了，可就不一定了。这家庭背景的悬殊还是很影响感情的。”还没等我反击，包间门口又出现一个人，那人高高瘦瘦的，一直往包间里看。
我大姑父先发现了他，问他干嘛的，那人却把目光放在我爸身上。他眯着眼睛，试图看得更仔细一些。哎呀，刘总，还真是你！说完，他呲着大牙，大步走到我爸面前，跟我爸握手。这人我认识，因为比我大10多岁，我一直叫他王哥。他在全国都在做租车行的业务，做的也是挺大的。这2年又在发展其他业务，刚好和我家公司的业务有关。为了拿到我家的合作，他找过我和我爸好多次。不过因为他们家的产品的确不合格，都被我们拒绝了。没想到居然在这碰见了，禁言的身份暴露了。我爸觉得露富了，已经有点坐不住了。没想到这又来一个人要把他的身份也暴露了。他朝着王哥使了使眼色：“什么刘总，您严重了。”王哥却根本没领会意思，哈哈大笑。哎呀，刘总真是太低调了，您可是江东的首富，不叫您刘总叫您什么呀？我爸2次创业就是在江东，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成了江东的首富，实力和靳言家旗鼓相当。王哥说完又看到了一旁的我：“小刘总，你也在呀？我给您的方案，你有时间可别忘了看。”这下包间里又是死一片的宁静。王哥本来还呲着大牙乐，看气氛不对，立马收起笑容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怎么大家都……他后知后觉。我爸却叹了口气，估计他此刻内心 OS： 我也不想装逼，可实力不允许呀。我操，瑶瑶姐真是牛逼的次方，牛逼 Plus。又是我那个还在读书的表妹打破了安静的气氛。建军，你真是低调的太过分了吧？成了江东的首富，居然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害我们还担心你养殖场创业失败后受不了打击。就是，我还老跟我们家老刘说呢，要是建军有什么困难，可得帮着点。我大姑和我姑父一唱一和道。我妈听完后冷哼了一声，某些人说的好听。我记得建军养殖场刚黄的时候，大家可都是避之不及，生怕我们借钱啊。哎呀，哪里的话，咱们之间肯定有误会。我大姑激动地站起来，走到我妈旁边，根本不管我妈的嫌弃，拉着我妈的手就开始套近乎。被揭穿了身份，我倒是没太多感觉，反而觉得挺爽的，因为我也觉得我爸低调的有点过分了。要不是他一直让我们装穷，我们家也不会遭受那么多白眼。我爸一直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我看了愣在内的王哥，笑了笑：“哥，你得方案过完年，我会看的。”王哥也顺势点头，说自己还有点事要走了。等王哥一走，我家亲戚轮番给我爸敬酒，他们把小人的嘴脸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所有的人注意力都在我们一家身上，根本没人在意刘畅和他的肥猪老公。刘畅气得眼睛都红了，但他还是没学乖。大伯一家真是太低调了。我瑶瑶姐居然穿着这么一身破烂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。不过真不知道我瑶瑶姐是真低调，还是没人给买好东西。我这一身上下加一起10几万，我开的车也要40、50万呢。我老公说了，结婚后给我换玛莎拉蒂。我笑了笑，是吗？可太牛逼了，我羡慕死了。刘畅没听出我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以为他把我噎住了，得意洋洋地抿了一口酒。他的肥猪老公却一脸不悦，你能不能低调点？我小叔也出来当和事佬。哎呀，这瑶瑶他们一家喜欢低调，畅畅呢也找了一个不错的男朋友，真是双喜临门啊。靳言此时凑到我耳边，你表妹身上的东西基本都是假的，还有她这个未婚夫不对劲。我淡淡一笑，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一个事呢。我话音刚落，服务生就跑了过来，
请问江第25789的黑色奔驰是哪位顾客的车子？刘畅举了举手，我的。怎么了？服务生扭头和旁边的一个人说了什么，之后就撤了。那人走过来，大家才看清，居然又是刚才的王哥。王哥看起来神色凝重。刘小姐，我们有话出去说吧。刘畅看王哥这么巴结我爸，他心里自己和我家是一个阶级的人，自然也是瞧不起的。他轻蔑地白了王哥一眼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是谁呀？我就跟你出去，知道我什么身份吗？王哥清了清嗓子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说了。刘小姐，您那辆奔驰车的租金该付了。包间里又是死一般的宁静，甚至比刚才2次还要安静。刘畅的脸抽搐了几下，随后腾的一下站了起来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那车是我老公的，对不对，老公？刘畅的肥猪老公也站了起来，尴尬道：应该是有一些误会的，不可能，那车是我车行的，员工跟我反馈过，这车已经欠了1个礼拜的租金，看您是老顾客，我们才没催，但这也太久了，您要是不交的话，押金我们也不退了，车得还给我们，不然我们可就报警了。王哥斩钉截铁道。刘畅的肥猪老公飞也似的逃了出去，拉着王哥去外面交涉。我们家亲戚都傻了，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看着刘畅。刘畅紧咬着嘴唇，你们看我干嘛？我老公都说了是误会，你们该干嘛干嘛，我看看去。说完他也赶紧逃了出去。刘畅的爸妈更是挂不住老脸，也跟着出去了。我却笑了出来。其实从进门开始，我就看出来刘畅的身上都是假货了，而且别人家我不敢说，他家的情况我可是了解得很，根本没什么钱。见到他未婚夫之前，我还觉得是不是真钓到一个钻石王老五，可他未婚夫也是浑身上下假名牌，我自然就对他的车产生了怀疑。正好刚才王哥过来了，我等他走了之后，给他发微信，让他查一下刘畅停在楼下的车。这一查可就精彩了，直到家庭聚会结束，也没见刘畅一家人再出现过，估计是丢脸丢大了，跑路了。你记不记得她老公叫什么？回家的路上，靳言问我，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好像叫陈涛，说是陈氏集团的公子哥。靳言眉头猛地皱了一下，却也没说什么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再见到刘畅也要很久之后了。没想到第2天，刘畅一家人就厚着脸皮找上门来。我们一家在早些年发达的时候，在江城买了一套别墅，这件事家里亲戚都知道。不过因为我爸又在别的城市创业，这套别墅就只有节假日需要回老家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回来。刘畅他妈敲开了门，就想往里进，我妈一把将他拦住，你有什么事就在门外说。哎呀，嫂子，你这就见外了不是？咱都是亲戚，怎么搞得这么生分？畅畅，把给你婶婶带的水果拿过来。刘畅眼含笑意地晃了晃手里的水果，就要往里进。我爸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虽然也讨厌刘畅一家人，但大过年的亲戚来拜访，不让人进门算怎么回事？他走过来拉开我妈，邀请刘畅一家人进了别墅。这一进来，我们才发现这一家人居然提溜着行李箱来的。不是，你们家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妈盯着行李箱，一脸迷惑。刘畅他妈笑着握住我妈的手，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我们家那个房子不太好了，这些年我们一家也是凑合住。不过过2天，畅畅的男朋友要带父母来谈2人结婚的具体事宜，那房子肯定不行的呀，所以我们一家就想着搬来你们家住。刘畅他们住的地方确实拿不出手，
是我们城乡结合部的小平房，而且那个小平房是我爷给我爸的。当时他手里有3套房子，2套地段还不错，1套是那个平房。因为偏心，他把最破的房子给了我爸。刘畅他爸拿到的是地段最好的那套，可他沾上了不良嗜好，还债的时候把房子给卖了，走投无路下，厚着脸皮搬进我爸那套平房里借住，一住就是10几年。我妈一听这话直接炸了，你们一家搬过来，那我们一家去哪？哎呀，你们一家又不常在这住，咱今年的家庭聚会都结束了，在江城你们也没啥亲戚要见了，你们一家就回江东去吗？你们家那么有钱，肯定不差这套房子。刘畅他妈居然能舔着脸说出这些话，实在是我们一家都没想到的。我妈态度十分坚决，告诉刘畅一家想都别想，这房子就算我家不住，也不给他们一家住。刘畅妈本来还笑眯眯的，听我妈的话之后直接翻脸了，她撒泼似的坐在沙发上哀嚎：哎呦，没天理了，这老爷子一走，大哥都不管弟弟一家了，要是老爷子泉下有知，还不气得活过来了。我爷爷前年去世了，他在世的时候一直最疼我叔叔，也就是刘畅他爸。作为大哥的我爸，从小就被他教育要照顾着弟弟。我爸也是因此才处处都想着刘畅他们一家。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总逼着我爸对刘畅他爸好，我爸这个有名的大孝子也只能忍着憋屈对刘畅一家人好。现在刘畅他妈又拿老爷子出来给自己撑腰，本来不提老爷子还好，一提我妈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一直都觉得我爷爷过于偏心，对我爸不好，早就对此不满了。你少在这道德绑架，我们家建军对你们家还不够意思吗？你们家的房子是建军给的，你老公的工作是他帮忙安排的，你女儿当年那个成绩差点没考上高中，也是建军帮的忙，这种事还少吗？老爷子活的时候偏心眼坑我们家建军就算了，死了可别想作妖。我妈气得浑身都发抖，我爸可能也是被恶心到了，这次没顾着面子和亲情拦着我妈，而是站在一旁叹气。刘畅他爸一听也急了，走过来指着我妈：得了吧，刘建军他照顾我什么了？房子是他住过的，也没过户给我，我那工作1个月也就5000块钱，他用心给我安排了吗？还有我家畅畅上学的事，明明是他自己想耍威风装逼才帮忙的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他刘建军要真是对我好，当初为什么不给我养殖场的股份，还有这个别墅？你们又不常住，凭什么不给我住？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这别墅我住定了，那边的房子我不想住了，你们给卖掉，把钱给我拿来给畅畅结婚用。刘畅他爸掐着腰跟我妈辩论道，说话嚣张也就罢了，他还动手推我妈。我一看急了，拿起旁边的棒球棍就冲了过去。见我手拿凶器，刘畅一家怂了。刘建德，你们一家太过分了，从我家出去。一向隐忍的老爸也终于爆发了，伸出大手就把他们一家往外推。在我们一家的驱赶下，刘畅一家很快就被逼了出去。拿着你们的破箱子给我滚！我直接把他们的行李箱砸了出去。虽然已经被赶出来，但刘畅一家依旧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他们在门口对我家破口大骂，扬言让我们等着。过了好半天，他们才走。没多会，家庭群里炸锅了。刘畅一家颠倒黑白说我们家欺负他们一家，家里的亲戚都跑出来道德绑架，大概就是说我爸都这么有钱了，怎么就不能帮自己的弟弟？我直接在群里发，你们也都不差钱，怎么不给他们家拿点？还有那套平房
我爸过户给我了，你们家要是再无理取闹，我就把那房子卖了。”果然，在我说完之后，大家都不吭声了。我爸叹了口气，其实都怪我，总觉得自己是老大，所以对这些人太纵容了。瑶瑶，今天我也是彻底看透了，咱装穷的时候，他们欺负我们，知道我们有钱了，又巴结又道德绑架的，哪有这样的亲人？以后咱不跟他们过多来往了。看我爸终于醒悟了，我和我妈长舒一口气。3个月后，刘畅婚礼的请柬下来了。这3个月我也没闲着，打算给刘畅一份大惊喜。婚礼当天是在江城最豪华的酒店举行的。刘畅挽着自己肥胖如猪的老公，笑得很灿烂。敬酒的时候，家里的亲戚都十分殷勤的巴结，不停地夸刘畅和她老公，希望他们俩能给自己家孩子安排工作。刘畅仰着脖子，一脸骄傲，带着肥猪老公走到我面前时，刘畅面目一下变得阴冷。哟，我还以为瑶瑶姐不会来呢，我这婚礼可是以最高规格办的。虽然我老公不及靳总家里有钱，但对我可是没得说，他给了我88万彩礼呢。不知道靳总愿不愿意给你拿这么多？我笑了笑，举起酒杯。我的好妹妹，租车的事处理完了。刘畅脸色一变，咬着牙，那件事就是个误会。说完，他立马转移话题，问我靳言怎么没来。我最亲的表妹结婚，我们自然要有准备，他在给你们准备礼物呢。刘畅嘴撇了撇，准备什么呀？靳总可太见外了。她的肥猪老公却一直催促她不要跟我多说，还有别的桌要敬酒呢。就在他们刚要去下一桌的时候，宴会厅的门打开了，靳言西装革履地走了进来。看着那张帅脸，我差点就流口水了。他一进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有几桌人更是直接站了起来，但靳言都没搭理，而是径直走到我身旁。他看了刘畅老公一眼，为什么冒充我哥们陈涛？听到这话，刘畅的猪头老公差点腿软坐地上去，他的额头全都是汗，手也紧紧攥着拳头在颤抖。靳总，你说什么呢？老公你怎么了？刘畅抓着她老公的胳膊追问道。谁知她老公却恼羞成怒的一把甩开她。靳总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冒充你哥们。刘畅听到后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这就是我们给刘畅准备的礼物。家宴那天，靳言就知道刘畅老公的身份有问题，特别是听见陈涛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就立马找人调查。原来这个肥猪是靳家保姆的儿子，那保姆跟靳家几十年了，人倒是还不错，就是他这个儿子不大靠谱。这些年拿着他辛苦赚来的钱到处装逼，自称自己是陈涛。他其实也不认识陈涛，就是有一次他看到陈涛来靳言家找他，他看陈涛本人也挺胖的，就起了歪心思，想要以这个身份出去骗女的。和刘畅领证的时候，看着他身份证上名字一栏写着王东来的时候，刘畅质疑过，但他却谎称自己是陈家的继子，王东来是他的本名。爱慕虚荣，想要嫁入豪门的刘畅就这么相信了。刚才那一幕，我家亲戚还不敢相信，毕竟转变的实在太快了。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，刚才看到靳言进来后站起来的几个人陆续走了过来，他们手里拿着酒杯，恭恭敬敬地和靳言打招呼。靳总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这些人是刘畅他爸单位的领导，是他爸厚着脸皮请来的，因为和靳家有业务上的往来，他们自然也认识靳言。靳言微微笑着跟他们客套了几句，随后道：本来我是不想过来的，但是听说某些人冒充我哥们陈涛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来看看。这下
这些领导的脸色也变了。陈涛在当地也非常有名气，他们都认识。他们收到的请柬上写的是王东来的名字。来到婚礼现场后，也只以为是一个比较有钱的新郎，没想到居然是个有胆子冒充陈涛的人。老刘，你们一家是不是被骗了？其中一个领导问道。刘畅他爸低着头吞吞吐吐，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屁。他妈反应倒是挺快的，嘴里一直说着是误会，想要把这件事给赶紧平息过去。打发走了几个领导，刘畅他妈突然开始跟我和靳言道歉，说他们也是被骗了，不知道这个死肥猪冒充靳言，希望靳言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知道他打什么主意，现在婚礼这么多人，要是闹大了，大家都知道他家女婿是个骗子，那他家就不用活了。你要是刚才没那么嚣张，说不定还有机会，但是现在晚了。我冷冷道。话音刚落，宴会厅的大门猛地被人推开，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女子冲了进来。王东来，你给我出来！她大吼了一声，吸引了所有宾客的目光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冲到富豪新郎的面前就是一耳光。你这个混小子，结婚居然不告诉我，要不是少爷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你居然胡说八道，冒充我们少爷的朋友，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光了。说完，他狠狠地用拳头砸了王东来几下，因为嗓门实在太大了，整个宴会厅的人都听见发生了啥，大家都窃窃私语看着热闹。我皱了皱眉头，阿姨，他结婚都没告诉你啊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拿了88万当彩礼给刘畅他们一家？我的话一出，阿姨的脸都变得惨白，她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好袋儿，不敢置信地问：多少？88万。沉默了2秒后，他突然拿起旁边的酒瓶子，你这个败家的玩意，前阵子骗我要做生意，拿走家里仅有的20万，我还真以为你出息了。你说剩下的钱哪来的？因为怕闹出人命，我家亲戚赶紧上前拦着，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太丢脸了。王东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拿家里的房子抵押借了70多万出来，但是畅畅她怀孕了，我不得不娶她。您不是一直想要个大孙子吗？我本来打算着证都领了，婚礼也办好了，到时候跟他坦白，让他跟我一起还债。这下换刘畅一家脸色惨白了。本来刘畅的肥猪老公计划得好好的，他还特意花钱雇了2个演员演自己的爸妈。今天他那边来的亲戚也都是他花钱雇的群演，因为他家条件差，讨个媳妇不容易，他不认识真货，就看刘畅一身都是名牌，还以为他家里挺有钱的，于是想了这么办法骗婚。等结婚了，那88彩礼他也会想办法要过来，之后再加上刘畅的嫁妆钱，怎么说他都是赚的。哦，原来是未婚先孕啊，真不知道检点。我听说老刘他家就是工薪阶层，为了嫁入豪门，他闺女也是拼了，可惜被骗了吧？旁边的宾客窃窃私语，用鄙视的目光看着刘畅。王东来他妈一个箭步站在刘畅面前，胡妹子，把我儿子的钱还给我们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不稀罕。刘畅往后退了2步，但王东来他妈根本不给机会，伸手就抓住了刘畅的头发。见自己女儿吃亏，刘畅的爸妈也急了，冲上前和王东来他妈扭打在一起。因为常年做体力活，王东来他妈力气特别大，俩人硬是没占上风。我婶头发被抓掉一大块，我叔叔脸也被抓花了。我家亲戚在旁边假惺惺地喊着别打了，但谁也没上去拦着。
大家都不想摊上这个烂事，心里只有对刘畅一家深深的鄙视。直到警察来了，把他们都带走，这件事才算结束。散场的时候，我家亲戚又开始充当正义使者。我就说刘畅那丫头没出息，连结婚都找不到正经人，可比不上我们瑶瑶。就是之前他们家还逼我们在群里发那些话，想借住你家房子。建军，你可别跟我们计较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。傻子都知道，他们之前以为王东来真是有钱人，哪头都不想得罪，才帮着他们家说话。现在又开始墙倒众人推了。我爸听了这话之后，只是笑了笑，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亲人彻底失望了。你们呢？让人恶心。说完，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上了劳斯莱斯后扬长而去。我姑他们反应过来，赶紧追着车跑。哎呀，建军，咱们之间有误会，咱怎么说也是亲姊妹。我的几个姑奋力地吼着，试图挽回我爸，但已经晚了。我爸这次不可能心软了。当晚，刘畅一家人又找上门来，不过我们不在江城的别墅里，而是直接回了江东。刘畅他爸来了电话，我爸不想接，是我接的。拿起电话，他爸就是一阵怒吼：有一个人自称是新房主，让我们3天之内搬出去，说已经租了这个房子，要在这养猪。好你个刘建军，你对得起咱爸吗？你的好女儿让我们一家出尽洋相，现在又想让我们无家可归是吗？我笑了笑，轻轻道：人家让你3天搬走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你们住的地方养猪不是正合适吗？你们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。对了，你们还是想想刘畅带着肚子以后该怎么办吧。拜拜。我果断挂了电话，把他们一家的电话全部拉黑。半个月后，他们一家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爸公司的，居然一家人跪在我爸公司门口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这么有钱，就帮帮我们吧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！我亲哥哥这么有钱，居然对我见死不救。刘建德带着一家人在公司门口闹了整整1个礼拜，我爸一直躲着不出面，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没趣儿，自己滚蛋，可看这个架势，他们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。我没问我爸意见，直接联系了几个朋友，跟着我一起到公司楼下和他们一家对峙。见我下来，刘畅他妈连滚带爬地站起来往我身上扑。哎呦，瑶瑶，你终于肯见我们了，我们一家真是要被你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不是你让我把房子卖了吗？不是你说自己找了个金龟婿，看不起我们家吗？不是你们家一次次跟我们家借钱不还吗？是你们断了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怎么反过来还怪上我们家了？我的话让刘畅一家人脸色都很不好看，刘畅他妈更是恼羞成怒。他刘建军那么有钱，帮帮我们这种穷亲戚怎么了？他又不缺一套房子，还有借钱的事，总共也就借了几十万。你家至于这么小气吗？我真没想到你们一家居然这么不讲理。听到刘畅他妈的话，我直接气笑了。这种胡搅蛮缠的人最喜欢说别人不讲理了，因为他们永远都在装受害者，永远都是他弱他有理。我扭过头看了朋友一眼，刚才说的话都直播出去了吧？我朋友点了点头，他在某音上有1000万粉丝。刘畅一家想利用舆论逼我们家妥协，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们一家在全国都火一把。果然，直播间评论炸了，大家都很厌恶刘畅他们一家的不要脸行为，所有人都在骂他们一家，还有几个人说认识刘畅，开始扒刘畅的黑历史。你，刘畅他妈气得都磕巴了。我笑了笑，你什么你？赶紧给我滚！你们要是再来骚扰，我就把刘畅婚礼的视频放出去，
让你们一家再火一把。”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刘畅一家人脸色惨白惨白的，吓得再也没敢来过。后来我听说刘畅他妈不想还彩礼钱，奈何王东来他妈集结了一顿亲戚到刘畅他爸单位闹，刘畅一家不得不归还了彩礼钱，还在王东来妈妈的逼迫下离了婚。刘畅他爸也因此丢了工作。他们本来想跟我姑他们那蹭住，但见他们落魄，我家亲戚没人愿意帮他们。刘畅的孩子月份已经大了，没法打掉，只能生下来。结果呢，生出来是个先天智障，王东来也不认这个孩子了。而我们一家和这些没良心的亲戚断了往来，过起了自在快活的生活。至于禁言，还在努力跟我求婚呢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奶奶生日宴那天，刚出差回来的我，素面朝天地赶到酒楼，还没来得及入座，我那8岁的堂弟猛地推了我一把，他凶狠地瞪着我：“你这个穷逼单身狗，不配坐在我旁边，那是留给我姐跟她那个有钱的男朋友的，你竟然换了新手机了。奶奶说了，你家的钱财将来都会是我的，你凭什么乱花钱？”啪的一声，手机被他用力地砸到了地上。事后他们都劝我大度，别跟一个小孩计较。我怒了，都不管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有些肉疼地看着地上碎了屏的新手机，刚准备捡起来，就听到我那8岁的堂弟壮壮一脸嫌弃地说了起来：“东西都破成这样子了，你还捡着干嘛？你是收破烂的吗？专门捡垃圾！”哈哈，我忍着想抽他一巴掌的冲动，没有理会他，继续着手上的动作。我的态度惹怒了他，他有些生气地抢过手机，又扔到地上，用力地在碎屏上又蹬了几脚，手机屏彻底的碎了。让你不理我，略略略。说完，他还恶作剧地对着我做鬼脸、吐舌头、挤眼睛的。他的行为成功地激怒了我，那样子的他实在是太欠揍了。一个没忍住，我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，还没来得及对他做点什么，之前在一旁看热闹不说话的婶婶一下子冲了过来，他猛地推开了我，有些心疼地检查了起来：“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”说完还不忘瞪了我一眼：“不就是一个手机，至于吗？再说了，你堂弟就是一个孩子，你跟一个小孩子计较，有意思吗？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？”本来我之前没打算怎么着的，但这一刻我改变了主意。我从包包里面拿出一张单据，递到了他们跟前：“看看吧，这是手机的发票，一共是19999，你们是微信转账还是给现金？”我婶婶瞪大了眼睛：“什么？李妮，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就这个破手机，你跟我说19000，你这完全就是抢钱，跟一个孩子还较起真来，真不害臊。大哥、嫂子，你们也不管管。”我爸妈面露难色地看着我，最终还是我妈走到我的跟前，她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衣袖，小声地跟我说道：“妮妮，我看还是算了，今儿可是你奶奶的生日，咱们就别计较了。晚点妈去找个手机店，看看能不能把东西修好。”我有些失望地扶开了她的手，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，我妈不分青红皂白的让我忍了。这一次，我可不想再惯着他们了。我走到我婶跟前，面带笑容地提醒了起来：“婶婶，你该不会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吧？这故意损坏他人的财物，那可是犯法的事儿，你们真的不打算管吗？”他急了，大声地嚷嚷了起来：“什么？你个黑心肝的东西，就为了一个破手机，竟然还想要让你弟坐牢？他才8岁，懂什么？妈，你难道不管吗？咱们李家可就壮壮一个孙子呀！”一旁的壮壮
有些害怕的抱紧了还在悠闲的嗑瓜子的老太太的腿。奶奶，我不要坐牢。之前不是你们跟我说的吗？大伯他们家没儿子，他们家的所有的东西将来都是我一个人的，我砸自己的东西有错吗？老太太不慌不忙地擦了擦手，一脸慈爱地说了起来：壮壮乖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转身，她冲着我大吼了起来，跟刚刚那样子判若两人。胡闹！你这丫头说什么混话？壮壮只是个孩子，他又不是故意的，不就是点钱吗？老大，你赔他。我笑了，合着折腾了半天，到最后还是拿我们家的钱堵我的嘴。他们这算盘打得可真响，可精，我可不想让他们如意。我刚准备采取点手段，就见我婶一脸喜色地嚷嚷了起来：妈，来了，你看佳佳他们回来了。他们口中的佳佳是我的堂妹，从小我们就不对盘，原因无他，我们两个出生相差1个月，同是李家的姑娘，而她从小就被众人宠成了公主，而我却被称为赔钱货。那时候我爸妈只要给我买了什么好东西，被他发现了，他都会找借口抢走，而我爸妈从不会为我出头。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忍忍。刚开始我很不理解，后来在一次争吵中我才知道，真相原来会如此的荒谬。原来在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，有位算命的先生路过我奶奶家，还在他们家讨了点水喝。走之前，那人顺嘴说了句：我们李家会出现一位旺家旺财的贵人。而就在那年年底，我妈跟我婶婶都怀孕了。在佳佳出生没过多久之后，叔叔家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后来他们家搬进了城里的大房子。又过了好几年，他们家终于生了个男娃娃。那孩子虽然算是老来得子，但也是我们李家唯一的一个孙子了。而我们家当初我妈生我的时候身体受损，后来再也没有怀上过。我爸为了照顾我们母女，放弃了很多赚钱的好机会，这让我奶奶更加的恨我们。只要我爸妈不在家，我奶奶看到我就会骂我是个拖油瓶、扫把星。她很自然地认为佳佳真的是李家的贵人。可笑的是，佳佳从小就心眼多，除了那张嘴会哄长辈开心，在学习方面那真是一塌糊涂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考上了重点大学，而他只读了一个普通的专科。我的工作比他好，赚的比他多。饶是这样，家里的亲戚还是看我不顺眼。特别是最近几年，我因为一直忙工作，而忽视了个人感情问题，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因为我没人要。在他们看来，男朋友不知道换了多少个的佳佳才是有本事的那个。就在刚刚，我发现已经走到门口的堂妹，她手里挽着的那个人看上去有些眼熟。走近之后，我笑了，原来是熟人。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佳佳挑了挑眉，一脸嫌弃地说了起来：妮妮，你也回来了，该不会又是你一个人吧？哎呀，是不是找不到男朋友？那你早说呀，我男朋友认识很多优质男，让他给你介绍一个就好。你放心好了，我男朋友家里很有钱的，他介绍的肯定没错。亲爱的，就你们公司那个老杜，我看就挺适合我姐的，改天你抽空帮他们约约，没准儿还能成就一番好姻缘呢。我冷笑着，并不搭话。就在这时，壮壮突然冲了过来，他一把抱住了佳佳。姐姐、姐夫，你们可回来了，他欺负你们的弟弟，为了一个破手机，他竟然说要把我送去坐牢，你们可得帮帮我。什么？一个破手机？你竟然要让一个几岁的孩子去坐牢？李妮，我看你是疯了。亲爱的，这事儿你不能不管。他完全没注意到，他身边的那个男人全程脸比我还黑。你闹够了没？老杜什么情况？
你不知道吗？他在外面瞎玩，被他老婆弄成了太监。这样的男人，你说要介绍给你姐，你脑袋进水了。佳佳没想到自己的男朋友会当众拆她的台，她有些受不了的大叫了起来：张林，你搞清楚，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？你竟然胳膊肘往外拐，你是不是看上了这个狐狸精了？说，你们是怎么勾搭上的？佳佳的话越说越难听，张林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又讨好地说了起来：原来是李总呀，佳佳年纪还小不懂事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之前我让人约了好几次都没约到你，没想到这次会在这种场合下见到你，还真是意外。这样，今儿这顿饭我请了，手机我会让人给你买个新的，保证跟你这个一模一样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你会是佳佳的姐姐，往后咱们可是一家人，你可得多照顾照顾小弟。一旁的佳佳不停地拉着他的衣袖：亲爱的，你干嘛要对他低三下四的？他我是熟悉的很，就是一个跑业务的，你瞧瞧，他全身上下加起来不超过4位数，一股子穷酸气，怎么可能是那个身价数亿的女强人？张林有些不耐烦地说了起来：闭嘴吧你在乱说，坏了我的好事，看我不削你！他一把拉过还处于呆愣状态的佳佳：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给你姐道歉！刚刚的事儿都是误会，一家人嘛，姐姐也不会真怪你的。什么？你让我给她道歉？佳佳那刁蛮的态度让张林很不爽，他把人拉到一边，恶狠狠地警告了起来：你再这样，你之前刷的信用卡就没人还了，还有那些奢侈品的包包、衣服，你也别想要了。趁两人没注意的时候，我拿起自己的东西就往外走。我不急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会主动的上门求我的。只是没想到那一天会来得那么快。我刚收拾好东西，门铃就响了。透过视频，我看到门口的人，佳佳有些不耐烦地狂按门铃。我婶婶在一旁焦急地转来转去，我本不想搭理他们的，奈何门铃声太吵，已经有邻居受不了，出来说了好几次了，怕再生事端，不得已，我打开了门，一个不留神，佳佳猛地挤了进来。好你个李妮，你人明明在家，故意不开的吧？什么人嘛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！我皱了皱眉，刚准备对几句，就见婶婶使劲地拍了一下他：这孩子没大没小的，怎么跟你姐说话的？那个妮妮呀，之前壮壮不懂事，把你手机给摔坏了，我跟你叔叔已经狠狠地教育了他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随即他从包包里面拿出一个手机盒，有些肉疼地递到了我的跟前：喏，这是我们刚刚去商场买的新手机，柜子里那个售货员说是什么什么果的，就这么包装一下，1-2万，真是不得了，太贵了，我都没用过这么好的。我并没有去接东西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，突然这么好心地给我送东西，总觉得其中有诈。见我迟迟不动，佳佳有些急了，她一把夺过婶婶手里的盒子，硬塞到我手上：李妮，我跟我妈都主动的上门道歉了，你还有完没完的？快把东西拿着，这东西可不便宜，我自己都不舍得买。见我没反应，他又自顾自地说了起来：现在好了，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。我来说正题，听说你现在大小是个老总了，这样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把你们公司的那个项目交给张林做。是呀，妮妮，小张是你妹夫，都是一家人，这能赚钱的好事儿，当然不能便宜外人了。再说，交给外人怎么能比得上自家人？原来这才是他们来的目的。我不动声色地把手机盒给还了回去。婶婶，手机还是留着你们自己用吧，
我还是习惯用我之前的手机。至于工作的事，恕我不能帮忙，毕竟那个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一切走程序。一旁的佳佳有些憋不住了：李妮，没想到你这么小心眼，我跟我妈已经主动的上门给你道歉了，怎么着，这还不行，非得把壮壮那么小的孩子送进去，你才甘心？你的心思怎么会这么恶毒呢？我笑了，你确定你们是真心实意的来道歉的？我还有事，就不留你们了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。说完，我就把他们推了出去，关上了大门。我以为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他们也该死心了，可我高估了他们的脸皮。没过2天，我奶奶带着我叔一家不打招呼的直接上门堵我。那天我爸妈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是有件高兴的事，想要当面跟我说。他们刚进门，还没来得及关门，我奶奶带着一群人挤了进来。她刚进门就开始挑起刺来，哟，怪不得不愿意回老屋去住，一个人住这么宽的地方，还装修得这么好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会享受。老大，我都说了，你们怎么就听不进去？养女儿有啥用？到头来，你觉得你们能享得到福吗？你看看他自己一个人住这么好的房子，这小酒喝着，空调吹着，电影看着，舒服着哩。但他根本没想过把你们接过来一起住。现在你们能动，他都这样，你还指望以后老了生病了，他能回去伺候你们吗？老两家的就不一样，他们有壮壮。对了，壮壮，你上次不小心把你姐的手机给摔坏了，赶紧过来给你姐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这么翻篇了。一家人没必要那么小心眼。还有佳佳的那个对象，那可是你的妹夫，你把项目给谁做不是做呀？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你不懂，给张林一样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。我给他的话给气笑了。这一次我没开口，我爸已经忍不住说了起来：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妮妮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到这里来住的，跟他无关。他很早之前就要接我们来，不然也不会买这么大的房子，是我们拒绝了。在老房子还自在一些，街坊四邻的都是熟人，没事儿还能聊聊天，玩玩牌，比待在这里要自在得多。还有，趁着大伙现在都在，我有件喜事要跟你们说，翠芬她怀孕了。什么？我二婶整个人失态地大喊了起来：大哥，你不会是在开玩笑的吧？你跟嫂子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还赶个时髦，怀2胎，你行吗你？我爸被他的话给气得吹胡子瞪眼的。你瞎说什么？几个孩子还在场呢，嘴巴也没个把门的。老二，你也不管管。还有，我们怎么不能生2胎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可就比我们小1岁而已。我爸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连忙翻起挂在旁边的包来。这是我们刚刚去医院检查的结果，孩子已经3个月了，很健康，跟他姐一样，是个懂事的，没怎么折腾他妈。本来在妈过生日的那天，我们就打算告诉大伙这个喜讯的，可那天不是因为发生了那件事吗？给耽搁了。现在说也一样。我婶有些不信邪的接过了那张单子，在看清楚里面的内容之后，他有些失望地叹了叹气。突然，他眼神亮了，看向了一直没吭声的我。妮妮，我看你一直没说话，是不是有些不高兴？你说说，你都20多岁了，再过几年都可以自己生孩子了。等你妹妹出生了，你带她出去玩，别人问起来，你说你是带妹妹呢，还是带自己的孩子呢？这事儿闹得也太不像话了。我笑着看着他，那1、2婶的意思呢？见我这么问，他一脸不屑地说了起来：要我看来，这孩子还是不要的好。你说你妈年纪也大了，再生一个，那就是高龄产妇了。
生产有风险不说，以后他们也没精力去养孩子，到头来还不是要靠你这个姐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生了。瞬间，我爸妈的脸色就变了，他们忐忑不安地看着我，生怕错过我的神情。最终还是我妈鼓足了勇气，走到我跟前，她一把握住了我的手。妮妮，我就知道我跟你爸这么做，你会有些接受不了的，但是你放心，这几年我跟你爸也存了一点钱，这个孩子我们会自己养的，绝对不会拖累到你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们可以立个字据。我叹了叹气，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他有多紧张，紧紧地抓住了我的那双手，已经布满了汗水。我看了一眼我二叔一家，他们脸上的神情出卖了他们看戏的心理。我猜他们现在肯定是等着我生气，跟我爸妈闹翻，可惜要让他们失望了。我反握住我妈的手，故作镇定地说了起来，孩子可以留下来，但是你们得答应我2件事。我爸妈对视了一眼，我妈有些不安地说了起来，妮妮，什么事你跟妈妈说说，只要能留下这个孩子，妈妈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我叹了叹气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们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这样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兰兰打电话。你们也知道，她姑姑是妇产科医生，让她姑姑给你好好的看看，这样我也能放心了。还有，你跟爸爸得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我这边离市区比较近，产检跟买东西都比老房要方便很多。我还会找熟人介绍一个靠谱点的阿姨过来帮忙做卫生，3餐也交给她，这样你们也能轻松一些。我妈还没来得及表态，我婶婶又开始阴阳怪气地说了起来，那医生靠不靠谱？可别是什么庸医，我有一个熟人，他可以帮忙看男女。想当年我怀壮壮的时候，他看了看就说是一个男娃，我当时不信，偷偷地跟老二找关系做了个检查，没想到还真被他给算准了。后来听说他给好多人看了，那真是一算一个准儿，灵着呢。回头我找他来给大嫂看看，如果又是一个丫头片子，还不如不生的好。我看了一眼站在一旁一直没吭声，但脸色惨白，还一直捂着嘴巴干呕的佳佳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我故意拿出新买的香水，对着他站的地方喷了喷，然后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了起来，怎么样，佳佳，香吗？前几天出差买的。我的话音刚落，他一把推开了我，冲向旁边的卫生间，大声地呕了起来。我笑了，婶婶说的那人有那么灵吗？那你可得好好的给佳佳看看。我婶婶愣了一下，片刻之后，她突然意识到我在说什么，有些生气地对着我大骂了起来，你个死丫头，瞎说什么？她刚准备冲过来挠我，里面的干呕声越来越大。见状，她顾不上找我的茬了，连忙追了进去，还猛地关上了厕所门。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说了什么。没多久，我婶婶就匆匆地带着那一家子人离开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那些人再也没来找过我。可就在我打算带我妈出去转转的那天，我婶婶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敲开了我家的门。妮妮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你妹妹佳佳要结婚了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帮我接一下东西啊！看着那一包包的干菜，还有一些衣物，我预感大事不妙。果然，在看到我爸妈的那一刻，我婶婶夸张地大叫了起来，大哥，嫂子，这才几天没见，你们怎么瘦成这样了？哎呦，妮妮还是太小了，不懂得生活，请的都是什么人呀？一点儿也不负责。我笑了，他可一点儿也没变，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是越来越厉害了。前几日，我爸妈还用家里的电子秤称了一下，说各自长胖了好几斤。只是没想到他接下来的话更好笑了，现在好了，
以后由我来照顾你们，妮妮也能安心的上班了。你说你们花那么多钱，请谁不是请？自家人也实在一点儿，没外人那么多的花花肠子。对了，家里还有排骨吗？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们炖点汤补补。我妈直接傻眼了，弟妹这意思是打算留在这里照顾我们，不走了？是啊，你看我这次东西都拿过来了，我跟妈说了，你这里缺人，我要在这里照顾你到坐完月子，她也同意了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应该的。我妈急了，那怎么行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我妈又急着解释了起来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样实在太麻烦了，二弟跟壮壮还得指着你照顾呢。不瞒你说，我跟你哥之前还商量着，等那个小吴做满1个月，就让他回去了。听说他还是拿过什么营养师证的，感觉太屈才了。我可以自己做饭的，哪有那么娇气？之前怀妮妮的时候，我还在地里干农活呢，不麻烦不麻烦。不过你们给他1万块钱1个月，他能爽快地答应离开吗？这样，待会儿我去跟他说，以后你们也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。我帮忙的话，1万1个月完全就用不上的，你们给我8000就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现在就去做饭，厨房在那边对吧？我去煲汤。说完，他好不见外地，就把自己带的东西往外拿，还一本正经地说了起来，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。他献宝似的把包里的一瓶黑乎乎的罐子给拿了出来，这是我自制的酱菜，嫂子现在估计还没啥胃口，正好可以吃点开胃。喏，还有园子里面种的一些新鲜的蔬菜，要说还是咱们自己种的东西好，绿色没污染，味道纯正着呢。看着那些东西，我爸神情突然变得不好了起来。我不是跟妈说了吗？让他杀2只鸡送过来，我们会按照市场价给他钱的。那黑乎乎的咸菜，盐分太高了，翠芬现在根本就不能吃。你说你带来干嘛？我爸的话让我婶的神情变得不自然了起来，他连忙解释着，妈说了，那些鸡现在还小，煮汤没啥味儿，等到再养几个月，让它们再长肥一点儿，它自然会送些过来的。酱菜你们不吃就不吃，我自己吃就好。现在的人还是真是讲究，我们之前不是也什么都吃吗？对了，妮妮，你认识的人多，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挂到那个市区那个张医生的号？就那个妇科圣手，挺出名的一个女医生，听说她的号那是1号难求，很多人排了好几个月都没弄到号呢。我刚想拒绝，我妈毫无心眼地说了起来，妮妮，你婶婶说的不就是兰兰的那个姑姑吗？我点了点头，确实是她，不过她其实并不厉害，之前婶婶说的那人才厉害，用肉眼看看就知道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我的话让我婶婶神情一滞，她应该是想起来了，前不久她还有些看不上，怀疑别人是庸医来着的。她讪讪地笑了笑，瞧这孩子说的，你那时也没说找的是他看呀。对了，你跟兰兰的关系不错，能不能帮婶婶一个忙，就是让她姑姑给你妹妹也看看。我没错过她眼中那一晃而过的算计，索性直接戳穿了她的心思。婶婶，我想你并不是想正常的产检对吗？哎呀，要说还是我们的妮妮聪明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妹夫的爸妈说了，只要我们能做好2件事，佳佳就能顺利地嫁到他们家。你只要能让那医生开个证明，说佳佳这一胎是个儿子，他们家就会给100万的聘礼，还会立马在市区里面的高档酒店给他们举办婚礼。你妹妹的幸福就全靠你了。至于价格方面，好商量。瞬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却故意装傻地问了起来，婶婶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就不明白呢？
医院产检的项目、价格方面，那都是有规定的。胎儿的性别，医生是不会告诉给家属的。开证明，那更是不可能。我看那些钱，婶婶还是留着给之前提到的那个半仙吧，他可以帮你完成心愿。见我油盐不进，他有些火了。妮妮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佳佳怎么说？那也是你的亲妹妹，对你来说，那就是举手之劳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那个兰兰的关系好的就跟一个人一样，让他姑姑帮个小忙，你怎么就不愿意？你是不是巴不得你妹妹过得不好？见我不为所动，他又瞬间变脸，讨好的说了起来。妮妮，你也别怪婶婶刚刚说话不好听，我那也是着急。你也知道，你妹妹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再过几个月，这肚子也该显怀了。他们一直拖着不结，你妹妹又不愿意打掉孩子。哎，我这也是没办法才想到找你们帮忙的，不愿意就算了，我做饭去。这一次，他真的没再多说什么，直接的把东西拿到厨房，忙碌了起来。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。当天之前我请的那个小吴就主动的提出辞职，恰巧公司的项目出现了问题，我临时要出差。就这样，我婶婶在我们家暂时的住下了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们一时的心软，差点给自己带来灾难。在我出差回来的当天，刚打开房门，就看到我叔叔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，喝着饮料，嗑着瓜子，追着电视剧，而我爸妈却在厨房里面忙碌着。见我回来了，我婶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把手里的瓜子全都扔进了垃圾桶，又胡乱地在身上擦了擦。妮妮回来了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？我好加几个菜。壮壮，赶紧起来叫人呀！你姐回来了，没看到吗？被点名的壮壮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不情愿地喊了一声姐之后，又继续看着电视。我并没有应声，他们也不觉得尴尬。我叔叔见状也站起身来，跟我打起招呼来。这不周末吗？壮壮嚷嚷着好久没吃到你婶婶做的饭了，我就带着他一起过来了。正好你也回来了，你奶让我们带来一只很肥的土鸡，炖汤喝，香着呢。我让你婶全都煮了。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。几天前我爸问鸡的事，我婶还说很小很瘦，不适合煮汤。这才几天的功夫就能长得很肥，懒得跟他继续说下去。我放下东西，径直走向厨房。我婶一个箭步冲到我的跟前面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妮妮，你刚回家，赶紧去泡个热水澡，舒服一下。厨房的事儿就交给我好了。你妈也是的，简直是闲不住。都说了让我来就好，她这身子不便，可不得多休息。她的话音刚落，就听到我爸冷哼了一声。我刚看过去，就见我妈有些不满地撞了一下他。孩子回来了，你赶紧过去跟他说说，这里就交给我了，这是有事。我跟着我爸一起来到了书房，犹豫了许久。我爸神情有些不自然地说了起来：那个妮妮，你叔刚刚跟我们说，他打算带着壮壮到我们这里住几天。我本来不想同意的，但是他说他也不常待，来玩几天就回去的。我跟你妈实在是不好拒绝，想着壮壮也就3天的假期，3天的时间一到，我就让你叔叔婶婶他们一起回去。我跟你妈没那么娇气的，我们自己能照顾好自己，不需要让人帮忙。我叹了叹气，该来的迟早会来。其实有一件事，我也是刚得到的消息，至于是不是真的，我原本是不想理会的。没想到他们会自己送上门，这样也好，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饭桌上，我叔叔多喝了几杯酒之后，话就多了起来。妮妮，听说也就是这几天，你们公司就要弄那什么招投标是吧？
那不是谁要是知道了底价，就有可能拿下你们公司的那个项目。我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，嗯了一声，就没再多说什么。我没错过他的神情，那种势在必得的样子，让我觉得有些好笑。有那么容易吗？那就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我继续吃着饭菜，心中已经有了想法。后半夜的时候，我正在书房忙着处理工作上的事，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。我婶端着一杯牛奶，笑嘻嘻地走了进来。妮妮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拼呢？这刚出差回来，还在忙工作。来，我刚给你热了一杯温牛奶，喝了早点去睡吧。工作是忙不完的，身体要紧。我接过牛奶，很客气地道了一声谢，又继续翻看着电脑里面的资料。见我迟迟没打算动那杯牛奶，我婶婶急了：妮妮，牛奶得趁热喝才好，不然会有股浓浓的腥味的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或许是因为心虚，他不自觉地揪紧了自己的衣服。我盯着那杯牛奶，故意地端起来把玩着。婶婶早点去睡吧，我一会儿喝了就回房休息的，你不必留在这里陪着我。你看看你多见外呀！我刚刚已经睡了一觉了，现在一点儿也不困。等你把牛奶喝完了之后，我就把杯子拿下去洗掉，免得你待会儿又要去洗杯子。在他的注视下，我勉强地把一杯牛奶全都喝了下去。我看到他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很开心地拿着空杯子离开了。没过多久，我感到有些困，关上电脑，离开了书房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我叔叔一家已经离开了。见我还有点懵，我妈解释了起来，也不知道你婶娘家发生了啥事，这大清早的，他们一家人就说要回去，早点走也好，我们也好清静一点儿。我了然地点了点头，看来鱼儿上钩了。就这样，又过了几天，招标会结束之时，我看到了许久不见的张林，他一脸铁青地冲到了我的跟前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李妮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从一开始，你就压根儿没想过要把项目给我做，你真阴险，连自己的亲人都骗。你这样的人，活该没男人要。我笑了，张林，我不怕告诉你，就你的那点小手段，也只配在我叔叔他们面前耍耍而已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结婚了，只是没对外宣称而已。你接近佳佳，是因为早就知道她是我妹妹。哈哈，你果然比那女的聪明多了。是又怎样？你们能拿我怎么着？实话跟你说，她肚子里面的孩子跟我没半毛钱的关系。可笑的是，他们一家人还想拿孩子威胁我。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等着，我这就打电话告诉他们，你妹妹的幸福都是被你给毁的。哈哈，张林的笑声让我无比的反感。比起无耻，我还真不如你。可惜你算错了一件事。我拍了拍手，躲在暗处的佳佳三两步地冲到了我们的跟前，他直接甩了张林一个大耳光。你这个渣男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还好我意识到不对劲，早点来找我姐了，不然我们家真的被你给害死了。别以为就你一个人聪明，实话告诉你，你得到的那个报价是我跟我妈随便的编着玩的。没想到你个傻叉还真信了，真是笑死个人了。怎么样，被人耍的滋味是不是很独特呀？这个结果张林是怎么也没想到，他气愤地大吼了起来：贱人，你竟然敢骗我，害我在会上出丑，看我不削死你！他刚想出手，就被我的人给拖了出去。一时间，那个地方只剩下我跟佳佳了。他有些别扭地玩着手指。妮妮，这次的事还是得谢谢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还一直被那个人渣给蒙在鼓里。本来我爸妈也要跟着一起来的，
但是后来他们想了想，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他们已经知道错了，之前他们也是被张林利用了，才想着弄点加了料的牛奶给你喝，然后再悄悄地拍下你公司那个招标底价。你不会真的告他们吧？看着他一脸的紧张，我故意吓唬他说道：那你觉得呢？我求你了，这次我真的是真心诚意的求你，他们真的已经知道错，不然我们也不会临阵倒戈，把真相告诉你。我笑了，想我不告他们，那就得看你们的表现了。走，陪我去吃点东西，我饿了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已经很久了，我们没有像今天这样心平气和地相处过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其实我早就在心里原谅他们了。大概是什么时候呢？在我叔叔一家走了之后，我查看了一下书房里面的监控录像。当我看到他们在我睡着之后，小心翼翼地翻着桌面上的东西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其实是愤怒的。虽然早就知道他们留下来的目的不纯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有些难过。我耐着性子继续看了下去。意料之中，他们看到了我刻意的为他们准备的礼物，一些资料。在得知关于张林的一切时，我看到他们露出纠结的神情。我在赌，后来我还是赌赢了。我看到他们并没有翻看我事先准备的招标底价。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就算是看了也无所谓，因为我早有准备，那些数据全是假的。等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他们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。在他们离开之后，我就接到了佳佳的电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只是想找个有钱的男人，过好的生活，但不是那种完全的恋爱脑。为了让她彻底的死心，在张林拦住我的时候，我早就让助理把在休息室等候的他给带了过来，才有了后面的事。谁都会有小秘密，这件事我并没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包括我的父母。在那之后，我叔叔一家一直对我们客客气气的，再也没整什么幺蛾子。终于，我和我爸妈还有刚出生的小弟弟一起过上了正常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